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暗青瓷书房的阅读实践单元。今天呢，我们想跟你一起温柔的聊一聊一个我们大概都很有感触的话题，就是时间。我们好像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在团团转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问题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，而是我们把最宝贵的时间都放在了哪里呢？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邀请你，可以的话，轻轻地按下暂停键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回想一下，今天一整天，你觉得自己做的最忙碌的那件事是什么呢？不用想太久，第一个跑进脑袋的答案就好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这个答案先写在下方的留言区。等你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再一起回头看看这个答案，你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温柔而且深刻的发现哦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地图。今天听完你会学到几件很棒的事。第一，怎么分辨忙碌跟重要有什么不一样？再来，我们会玩一个超级简单，全家大小都能一起用的4德游戏。我们也会聊到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好累好累，却好像没做什么事，没有成就感。最后还会教你一套每天只要5分钟的家庭练习法，来解决大人跟小孩都会有的拖延还有分心问题。所以请你一定要陪我们到最后哦，因为我还准备了一个温柔的提醒要送给你，帮助你把今天学到的东西真真实实的带回你的生活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聊起，也就是那种感觉又忙又有一点卡住的感觉。你看看这个画面，是不是觉得，哎呀，好熟悉哦？大人一整天都在回讯息、开会、处理各种好像永远做不完的琐事，而孩子们呢，也是埋在书桌前，写着好像永远写不完的功课。但最奇妙的是，到了晚上，全家人都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心里却常常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：我今天到底完成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？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我想跟你说，你真的不孤单，这非常非常的普遍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这里点出了一个非常温柔但也很关键的真相。问题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不够努力，真的不是，而是我们用力的方向可能错了。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被那些很紧急的事情推着走，结果反而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孩子会拖延功课，而我们大人会一直分心，最核心的原因就藏在这里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接下来我要跟你介绍一张非常简单，可是功能却超级强大的人生地图。这张地图最棒的地方是它非常温柔，家里的每一个人，从大人到小孩，通通都适用。这个聪明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一位很有名的前总统艾森豪。他曾经说过一句充满智慧的话，他说，重要的事通常都不会太紧急，而那些紧急的事通常都不是最重要的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张地图的温柔基石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看这张图吧。你看，这就像一个简单的4个游戏，横的这条线代表紧不紧急，直的这条线呢，代表重不重要。我们不用那些很复杂的管理学名词，而是给这4个格子取了连孩子都一听就懂的名字哦。你看，左上角是充满火焰的救火区，右上角是长出绿色小嫩芽的成长区，左下角是闹钟响不停的干扰区，而右下角呢，是看起来很想睡觉的流失区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是左上角的救火区，这里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又急又重要的事情，比方说明天就要交的功课，工作上火烧屁股的截止日期，或是家里有人突然生病了，需要马上照顾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立刻处理的危机。待在这个区域的我们，就像是生活中的消防员一样。接着我们来看最重要的右上角的成长区，这里的事情我必须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它们通常不紧急。像是什么呢？像是静下来读一本书，规律的运动，跟家人之间有品质的深度连结，
学习一项新的技能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哦，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未来，幸不幸福、成不成功，往往不是由他们在救火区多努力来决定的，反而是取决于他们在这个成长区温柔地灌溉了多久。好，再来看看左下角的干扰区，这里的事情呢，常常给我们一种很紧急的错觉，但说真的，它们其实不那么重要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手机上大部分的讯息通知，叮咚叮咚响得不停，或是别人提出的一些比较次要的请求，他们会不断打断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好忙好忙。这里有一个温柔的小策略可以分享给你，就是我们可以练习批次处理。比方说，固定每个小时的最后5分钟才统一回讯息，而不是随时被它牵着走。最后一个是右下角的流失区。哎呀，这里的事情既不紧急也不重要，像是没有意识地一直滑手机，漫无目的的拖延、放空发呆。这个地方就像是我们时间跟精力的沙漏，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最宝贵的东西通通都流失掉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成长区这么重要，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常常待不住呢？这就对我们来到第3部分了。我们要来看看紧急感到底有什么样的诱惑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看左边，回复通知、清空电子邮件、处理一些小小的请求，这些事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有生产力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完成一件小事，我们的大脑就会得到一点点立即的满足感，这就像吃零食一样，会得到微小的奖励。但真正有生产力的事，其实都在右边，像是读一本书、好好规划下一周，或是跟家人进行有深度的对话。我们之所以会一直被左边吸引，就是因为那种紧急感给了我们一种我正在做事的错觉。那么这里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呢？所有那些真正的让我们成长，对我们的人生有深远影响的事情，比方说阅读、运动、规划未来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就算你今天不做，也不会立刻发生什么坏事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因为没有立即的危机感，我们就非常容易一再的把它们往后推。好，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别担心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非常具体，你今晚就能跟家人一起温柔开始的行动。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一个只要5分钟的家庭练习。这个练习啊，真的超级简单。每天晚上睡觉前啊，只要花5分钟，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，温和地回答这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今天做了哪些救火的事啊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今天有没有做任何一件成长区的事呢？哪怕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好。然后第3个问题，回想一下，我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哪一个区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练习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，它能够彻底改变家里的对话氛围。你们的对话会从那种充满指责的，像是你为什么又在拖拖拉拉，很温柔地转变成一种团队合作的模式，像是那我们明天要怎么做才能在成长区多待一点点时间呢？这会让亲子关系从好像在对立的两方，变成可以并肩作战、彼此支持的温暖队友。好的，那有了这个练习当作基础，我们就来到最后一部分了。要如何从每天的忙碌，温柔地走向真正的成长？我们一起来设定一个小小的、很温柔的挑战，好不好？就是每天刻意为自己也为家人安排20分钟的时间，用来做成长区的事情。你没有看错哦，真的就只要20分钟。这是一个非常微小，但却能够带来巨大改变的一个温暖的开始。那成长区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其实可以很简单、很生活化。比方说，全家一起读一本书，孩子练习一下他的乐器或才艺，或者全家一起出门散散步、聊一聊。
一起学一个新的东西，像是做一道菜，甚至是一起规划一趟未来的旅行。重点从来都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属于那种能够温柔滋养我们的成长区。现在我想邀请你，让我们一起温柔地回到一开始的地方，请你想一想，你在留言区写下的那个答案，就是你今天最忙的那一件事。现在用我们刚刚学到的这4个象限来看看它，你觉得那件事是落在救火区、成长区、干扰区，还是流失区呢？这个温柔的反思，我相信也许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一开始答应要给你的温柔的提醒，请你温柔地记住这几句话。第一，忙碌不代表你正在做重要的事。第二，那种紧急的感觉是偷走我们宝贵时间与专注力的最大小偷。第三，所有真正的成长永远都始于那些看起来很安静的不紧急的事情。那么我们本周的练习就非常明确了，每天刻意安排20分钟，温柔地让自己和家人待在我们的成长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安亲子书房练习曲，并且在下方的留言区温柔地分享你的练习旅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